朋友都可以列入您的这个参考。不过我们来看看今天国际上发生的大事，中东的战火升温了。今天凌晨我们看到伊朗等3国惊传爆炸声，这个爆炸声从哪里来？是谁攻击的呢？以色列。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证实了，以色列发动空袭报复，报复谁？伊朗礼拜3的时候发动无人机去轰炸以色列所以2个国家之间有一些争端。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画面，这是今天从中东传回来的画面，包括伊朗的伊斯法罕、伊拉克的巴比伦、叙利亚的苏维达，还有巴格达等城市，在今天清晨当地时间都出现了爆炸声响，烈焰直冲天际。以色列的国防官员对《纽约时报》说：“这是我们攻击了伊朗那攻击伊朗的正是以色列的飞弹，而伊朗的太空总署也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击落了多架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股市以及台股今天都受到这一起国际事件的影响，都应声下跌。台股呢，还跌了最多的这个700多点这个跌点是史上最大。而我们看到伊斯法罕省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它是伊朗中部的一个大城市，主要也是它的空军基地然后长期以来都是伊朗美制 F-14熊猫机队的基地那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还有核子设施在这个地方有伊朗铀浓缩计划的核心纳坦兹设施所以这个地方被攻击，那当然看起来事情有一点点严重那2个国家在互相做报复。所以我们看到在礼拜3的时候，不是伊朗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以色列吗？攻击之后，他们还高调阅兵在伊朗境内，他们阅兵了，有一点点是庆祝胜利这样的意味。所以呢，以色列过去24小时、过去48小时都说他们要报复，他们有计划要报复。今天早上迅雷不及掩耳，报复的行动出现了。可是我们看到，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提一点点往前倒一点点，美国曾经跟以色列说：“好，我准许你攻打拉法。”拉法是这个巴萨在这个巴萨的一个城市如果你攻打拉法，那你就不要攻打伊朗这个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做的一个条件交换。可是看起来这个以色列并没有买单。我们看到国际间当然有非常多的反应包括我们看到呢，以色列非常强硬，他说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决定要攻打谁，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是我们的事，你们这些外人的说法我们恐怕只是参考罢了。而另外以色列的动作完了之后，伊朗有什么反应呢？伊朗的外长说过去我们就看到他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否则我会做出最大的反击所以现在会不会有反击，也是我们国际社会非常担心的因为你狠话已经落在前面了。包括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在讲你攻击我们的核设施，我们也会以牙还牙，而且不排除重新发展核武大家都把话讲得很重把调子拉得很高。可是呢，这个伊朗的事件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包括伊朗它已经被这个美国制裁很久了那这一波的这个冲突行动，美国宣布再度制裁伊朗美国说将会针对16个人，还有2个跟伊朗无人机计划有关的企业会实施更进一波的新的制裁，会供应切断他们的一个供应链，并且在国际上孤立伊朗。可是伊朗其实已经被孤立了非常久它的石油还是不断的，我们看到不断的在出口，而且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它的出口创下6年来的新高。那出口国很大一部分是出往中国，销往中国。伊朗平均每天卖出156万桶的原油，几乎全部销往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呢，西方世界也在对中国做道德劝说可能希望他们不要买这么多。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它被制裁的多么的严重呢？
他的外长到联合国去开会去出席联合国的会议。美国也限制他的这个外交部长的活动范围他被限制只能在联合国总部半径2个街区的范围，还有往返联合国总部跟伊朗的使团的住所，非常的限缩那这样子的继续打压，还有一个国家也被打压，叫做巴勒斯坦。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现在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也很糟。联合国安理会有做了一项表决希望要表决巴勒斯坦入联合国这个案子，可是美国用1票就否决了。我们看到这个否决案等于是阻止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而除了美国投下了反对票，英国还有瑞士是弃权的，其余12个理事国都投下了赞成票。用大白话讲，大部分的国家希望巴勒斯坦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承认它的国家地位。可是美国反对，有几个国家是投下了弃权票。而另外呢，巴勒斯坦呢，他说，其实在表决前夕，美国就来游说他了，说你可不可以放弃成为会员国呢？可是巴勒斯坦拒绝了这个是跟以色列相关的议题。来请教有明老师。蜻蜓点水式的，等于是回应。反击，这是以色列在昨天，就是当地时间的深夜9点钟，大概到11点钟，几个不同的城市，那以及的这个机场跑道，还有部分的这个基地军事基地，但是呢，都只是听到爆炸声。那当然也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就是这个伊朗的这些军事基地。可是呢，针对伊朗的本土它并没有针对所谓的核设施，因为那个核设施其实是在这个省的北部，是在这个叫做伊斯法罕省市和德黑兰中间的所在，那个叫做所谓的纳坦兹设施，那个是做浓缩铀的，它没有针对这些设施，它是针对它的南部还蛮长一段距离的，就是伊斯法罕省的这个市里面的机场。那我们也现在不确定到底是无人机还是弹道飞弹，也没有到达300架，因为4月13号的时候，伊朗是发射总共300架，300连弹道飞弹、巡弋飞弹300，这个等于是量。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个蜻蜓点水式的，就是回应式的报复然后呢，以色列也没有公开的，它只不过是国防人员对《纽约时报》的一个证实。那我看到伊朗的官员的回复，这个事情呢，大概就不至于大事化小，但是放缓，也就是事情大概就不会再继续的不断的扩大、累加下去，相互的这个攻击了。但这个紧张的氛围还是会在，所以我看到油价跟这个黄金的价格都在涨，所有的这边呢，就是航空都停，但是呢，我想大概1-2天呢，可能会恢复目前看起来不会把这个事情在短期内立即的再上升。可是我要指出来的，伊朗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些作为，是因为要针对4月1号以色列攻击了伊朗的大使馆，炸死了14个人。他主张说这是一个自卫性的行为。那我觉得很多国家、很多人，包含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那但是以色列的回击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以色列第一次遭受到我的领土上空被外国的飞弹攻击嘛，虽然都拦下来了，英法美都来协助拦下来了，可是呢，的确这是对以色列安全的一个第一次这么大的威胁挑战。那这些都迫害区域和平，对不对？对。可是呢，这里面必须要提到的，美国在同一个时间，就当天的这个下午，为什么以色列反应这么蜻蜓点水呢？因为当天的下午，美国在纽约的联合国总安理会把巴勒斯坦要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1票否决，这个干掉了。12票同意，包含法国、日本、中国大陆、俄罗斯都同意。对不对？然后呢，2票弃权，英国、这个瑞士弃权，美国1票把它否决掉。我觉得巴勒斯坦为什么不能建国？你现在看在加沙地区，以色列已经屠杀了34384人，里面有13800个儿童，8400个妇女。你不能说因为之前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攻击行为是错的，不应该的，也是一种屠杀行为，造成1000多人的死亡。但是你不能倒过来报复人家3万多人死亡，现在可能会更严重。
那以色列想把它扩大，去攻打伊朗的这个叙利亚的使领馆。那伊朗的一个回复，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这样子的回复，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有限。我最后提哈，前天蔡英文去参加了国际犹太大屠杀纪念日，韩国院长也同台。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参加这个事情，我会予以保留，因为你忘记了以色列在加沙杀了34000人的大屠杀吗？因为在4天之前，以色列遭到伊朗攻击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也发表谴责暴力破坏者。那行，蔡英文总统，你现在是不是要谴责以色列？他也发射飞弹打伊朗啊，虽然蜻蜓点水。作为一个领导人哦，要代表这个社会的人民，要看待这个国际的公平、人道、人权，而不是完全一面的倒的偏向美国喜欢的以色列。因为你太亲美，你在这个事情上，你的立场并不代表真正的台湾的主流立场。我历史都会记下来哦，历史都会记下来。来请教黄老师。好，就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下，其实还没有看到伊朗有非常激烈的反应。我看了一些外电的报道，一个是引述了某个国防官员、武器管制官员，他说以色列的攻击呢，不只是有限度的，已经超过大部分的预期。但他讲之后，后面说，可是呢，我们伊朗还是需要一个比较软性的回应，不要造成大规模的这个军事的冲突，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稍微新一点的讲法呢，是一个所谓匿名的伊朗的高阶官员，他说的是呢，目前我们没有立即报复或立即回应以色列的必要，因为这个外来的这些侵扰，或者他讲外来的渗透，是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伊朗的情报做得这么差，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是也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升高？所以，既然以色列他发动的攻击，其实我们从现在新闻看起来，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而且伊朗也就在刚刚没多久打下了3-4架的以色列，有点像就是长得像个小青蛙4只脚这种以色列入侵的无人机，所以感觉上好像目前要告一段落，伊朗也没有再提高它的调门，所以希望目前以色列也表达他的愤怒了。那伊朗之前也已经回敬了以色列攻击他在叙利亚的使领馆的这个动作，那大家都摆出一些动作，都做了一些造成对方伤亡这个受伤的效果。我觉得希望到这里啊。那我很快讲一下这个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会员会这个成为这个新会员国的申请，这个很明显就是安理会他掌握了真的是绝大多数的权利，所以我要成为一个联合国的新会员国，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资格，联合国说很清楚，你要爱好和平的国家。那到底哪一个组织可以被视为国家？联合国说我不管，那是你们各国自己决定。我联合国没有权利说谁是国家，谁是主权政府。他说是你们讲好了参加我联合国而已。好，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是资格，就算被认定了，好，再来第一个呢，程序是怎么样？先送申请书到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理论上会收下来，收下来之后，他会交给安理会，请安理会去进一步的表决。安理会必须要5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而且还要其他的4国，等于就是9票才会通过。通过之后送到大会讨论，大会还要2/3的通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程是一步一步的，很难。所以很快的我就讲说，在台湾的例子，我们看到了很多人说，就是你那个中华民国没有用啦，我要改名字啦。我每次都讲，就算你改叫阿狗共和国，你还是进不去，因为不在名称的问题，那个问题是在程序，是在中共坐在安理会里面，还有中华民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大会的支持。对，就是可以一票否决，这是问题的症结。来，请教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半年来世界上发生很多变化。去年10月，那时候拜登对巴勒斯坦建国都是赞同的。对。然后他跟纳坦雅胡最大的旗舰也就在这里，他一直告诉全世界，就美国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那说各位可能都要有准备，这就是2个国家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可是在这次联合国里面，美国
他是反对啊。对。那大家知道美国反对，当然就全部就不用谈了。但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自己要选举，拜登现在他一定有很大的压力，选票的压力、钞票的压力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强嘛。那他想到一个方式，他就去劝巴勒斯坦，你就放弃，这个时候放弃，在我选举前你就放弃。这个时候我很为难，但是巴勒斯坦拒绝。那你拒绝的话，我只好否决你的票。对，我觉得中间有这个过程嘛。是。那当然，我们现在全世界很多事情都受到美国选举的影响选举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在里面。譬如说纳坦雅胡整个以色列人民都不喜欢他，他在选举他也选不上。那可是如果他来发动战争，那是7、8成的人支持，我们就是要报复，因为他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民族性格了。是，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喜欢纳坦雅胡，可是希望他带领大家一起把他干到底。那你要有这样的氛围，美国又叫他说你不要真的打当伊朗去攻击以色列的300枚飞弹或无人机的时候，拜登马上打电话给纳坦雅胡，你不要给我勾搭他马上就打电话了，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可是纳坦雅胡也要对他的以色列民众来负责，所以他也要做一番表态，就像伊朗也要表态，他为什么要打那300颗？这300颗，你如果照正常情况来讲，伊朗是有先跟美国讲，我要打以色列，但是我只打哪些地方？是我也有我的民众要交代。所以各位朋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演戏啦。演戏就是为了要跟自己的人民交代，包括拜登，包括纳坦雅胡，包括伊朗。那这个就是一场戏。我们的股市今天大跌白紧张了，白紧张了，而且跌很多，跌很深。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布林肯即将在4月23号访问中国大陆4天吗？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不过美方没有证实，他们只说很快这件事情很快会促成。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也讲，欢迎布林肯近日访华，看起来是有谱，而且应该就是在4月23号。可是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连续2个月抛美债它减持美债把它的规模降到7750亿美元，那已经创下了14年来的新低点。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在国际上面的支付比例慢慢的爬升了，现在是4.69%，将近5%了过去当然我们看到呢，美元还是国际货币支付的最高的、最经常用的一个货币。那另外是欧元欧元它的比例现在在降低，已经跌破了22%，此消彼长。而另外，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竞逐，那当然是没完没了两边都在发动所谓的这个竞争的一个手段。中国大陆呢，现在要付出代价了吗？这是美国提出来的无限制法案它里头限制这一些中国的军工企业，他们认定如果你被认定说你在俄罗斯帮他们支援或是供应一些物资跟这个军工相关的，会面临全面的封锁跟制裁。而这项法案也将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允许他自行决定制裁任何参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公司。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条款很宽松只要他认定你有做，你就有做，我就可以制裁你。另外我们看到墨西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看起来他缩手了。什么事情呢？因为过去传出来可能这个墨西哥要让中国的电动车厂有一些优惠措施，包括土地啦，包括减税啦，这些优惠措施。可是美国政府施压了，于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告吹我们看到比亚迪他就开始转向，他说好墨西哥联邦政府没有办法做，那我们向州政府寻求一些帮助。可是问题是州政府它层级比较低嘛，它的补助力道可能也不及中央的联邦政府。而另外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美国可以这样做呢？他说我们不会让中国车厂对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冲刺整个市场，所以不行。讲白了就是不让你发展赶过我。因为像是白宫发言人就讲过去钢铁战争
必须讲哦，中国钢铁的危害。他说这是中国钢铁的危害，因为2016年以来，中国钢铁越来越强哦，所以我们对你电动车我们很忌惮哦，直接挑明的说我不让你发展起来。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晶片市场，这是艾斯摩尔哦，艾斯摩尔的执行长温尼克就讲了，我不甩你的禁令哦，我继续为中国厂商提供设备维修服务，因为没有理由我不做中国生意。我要赚钱呐，这个生意我要做。今年首季中国成熟制程晶片产量暴增40%哦。我们看到这个是手机、新能源车，因为都需要用到晶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啊，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晶片总产量同比比起去年飙升了40%哦，达到了981亿颗哦，说明了。中国大陆在先进制程发展啊，虽然美国有制裁、有限制，可是还在快速的扩大，包括华为的新机传出来会搭载新的麒麟的晶片哦，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看到了有限制、有突破、有突围，未来世界会怎么走？请教永明老师。美国以前呢，从80年代去打压日本。经济科技的这个崛起，后来也针对法国的一些企业啊，那它都有成功，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市场，所有日本、法国这些市场，这些企业第一大市场就是美国，没有替代的哦。你说其他的这些开发中国家，或者是我们现在叫全球南方国家，跟现在不一样。当时80年代，所以它必须要退缩啊，你。产能过剩，所以呢，要日本政府自己限制日本的汽车自动限额出口。我美国没有限制你哦，是你自己限制的。还有这一招叫 VER， 这个制度都存在的。那现在对中国也来这一套，其实这就是一个霸权面对挑战者，他要去打压他，他去压制他。我们不再说什么中美新冷战、中美争霸战，我们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反中。压制战或者是打压战，全面的经济、科技、贸易、军事、外交、地缘都是如此，而且是用制裁、用这种就是管制的方式。可是现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14亿人口的制造大国，而且它的市场不只是你美国，它现在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南亚，去年来1兆美元，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欧洲国家来到了8000亿，你美国才7000多亿，而且美国主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是黄豆，所以呢，现在他采取的做法，也就是说，又要全面去打压，这个我觉得是没什么大用哈。那布林肯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我觉得就是为这个无限制法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支撑不下去了，俄国经济发展又好。中俄的贸易总额去年来到了2400亿美元，还高过中德的贸易总额。而有很多的这些电子零件，因为西方不出口了嘛，那俄国就从中国大陆进口。不过这里面要扣掉很大一块是能源的部分。那所以呢，美国就受不了。一方面，他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军民两用的东西用在俄罗斯的武器？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情报单位都很了解，很少。但是呢，你支撑了俄国的经济，让俄国的经济能够有能力继续去打下去。他认为这个东西他受不了，他没面子了，因为他给不了，就是内部的政治的关系，无法给乌克兰继续的军事援助，所以他现在拿中国开刀。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这个俄乌战争，也为了俄罗斯，但刚好也顺的就是继续的对中国的压制跟打压。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通过，而且会有更多的中国的企业会被制裁，因为你去援助俄罗斯，什么俄罗斯？你就是卖他一个手机，也叫做援助俄罗斯。哦，对不起，美国认定如此，就是如此。是。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布林肯即将要访问北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教黄老师。布林肯访问北京，当然我们可以看是双方高层国安战略对话的一环，而且呢，布林肯他等于是扮
半年多吧，2次访问北京啊，这个当然不寻常。可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我常常觉得说，中国大陆也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其实出了不少拳头啊，一阵猛打，但中国大陆又不能够排拒美国，因为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受制于美国的地方。当然，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大陆这样子，就是又软又硬？因为美国也有必须要依赖中国大陆的地方，所以双方其实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但是呢，美国又是软硬两手，所以中国大陆看到布林肯来，他也只能接受。但是呢，我相信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包括中国大陆讲的，你不要再干预台湾的问题，还有南海，你不要再干预，让南海的国家好像跟我中国作对一样。你不要在印太搞小圈子，包括 AUKUS 这3方的，或者是美日印澳的4方的，或者你美日韩的啊，甚至最近在南海也有看起来什么美日菲澳啊等等的，像这些，我觉得中国大陆会一股脑的跟美国人讲，但是美国应该就是微笑点头，我猜啦啊，因为美国人他听了，但是你看他从川普的这个后半开始一路做过来，美国没有停手过，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无限制法案，虽然说这是国会推动的啊，但是如果国会通过的话，那拜登政府还是必须某种程度上要做个样子，表示说我有根据美国国会的这个外交立法在做。但是我也必须强调一下，就虽然说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反中的情绪大涨，美国国会提出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反中或反华的法案，可是呢，他们真正变成有效的立法其实是非常的少的。包括像在去年2023年，大概也只有10几项到20项是跟中国大陆有关，而且相对负面的，然后最后成为法律的。当然20项不能说少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中国大陆必须警惕的。不过拜登政府也就是反正国会叫我这样做，我也愿意这样做，那你北京自己看着办好了。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又要推无限制法案，针对中国。来，其实可以看到美国最近的动作很多，跟美国的选举也有关哈。那大家知道叶伦才回来了，叶伦去主要他提了就是2件事情，一个就是美国产能过剩，尤其电动车一路的往欧洲、往美国这些方向要过来的话，那对他们有威胁啊。第二个呢，他讲的其实就是认为中国大陆它对于某一些产品它是有补贴政策，那你补贴政策的话就是显示的贸易不公平，这个都是一个说辞啦。但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拜登昨天他在宾州讲了一句话，是他说这种不当的补贴就是作弊那你的钢铁你来的关税是7.5%，下来我准备有这个意思要给你升到25%。就加重关税，那这个其实就是为了选举，因为川普同样也有动作表示，川普甚至要把关税弄到50%、60%了，那对不对？反正大家就如何去对付中国大陆，让他的选民觉得说你态度够硬。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我们来看看国际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大事，以及我们的立法院院长在拼外交，可是即将卸任的蔡政府螺丝松了吗？我们先来看看呢，有一则独家报道来自于自由时报，他说就在新旧政府的交接时期，外交部有人泄密吗？居然有我们的机密文件，邦交国的关系评估报表遭到有人泄密，放在网络上面兜售，怎么会这样子？而且这个公文的时间横跨2022年到今年，最近的一份是今年3月，到底是谁在泄露我们的国家机密？有这个资安专家讲这个有可能是政治上面的斗争因为他说，因为有新的外交部长人选嘛，已经这个被宣布了，那是不是
这个要做一些政治上面的攻击啦，所以刻意在这个时间点把秘密给泄露出去呢？外交部的说法是，这是境外操弄、认知作战的恶意啊，将会与这个相关的机关来做一些调查，而我们的机密外泄了，可是韩国瑜在立法院，他还是积极的在做一些外交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他接见外宾来自于纽西兰的国会议员访问立法院那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瑜呢就跟对方说，我们台湾真的很喜欢纽西兰的三宝，包括魔戒、奇异果跟乳制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跨党派的纽西兰国会议员的友台小组访问团，其实他们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呢，韩国瑜又搬出了他的天分细胞上升，讲笑话、唱歌所以可以说是宾主尽欢，场面非常的轻松融洽。可是呢，讲到外交，讲到我们跟很多邻近地区的一些关系，重中之重，可能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交往已经冰封了这么久，有没有可能解冻呢？传出来，国民党在4月底由立法院的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会带队到对岸去做一些交流访问。我们看到民进党已经有人跳出来说，你在4月去中国大陆访问，为什么不干脆6、4再去呢？可以宣扬民主并且陈冠廷他是陈明文的儿子嘛，现在的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他说你访问的时间还有地点都不妥当那并且呢他认为你应该在6、4的时候来跟对岸宣扬台湾的自由民主。不过必须要这样讲傅昆萁副总召宣布25号率团访陆这件事情，在党内国民党的党内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据说本来有将近20位立法委员报名参加，可是呢因为这个事件曝光之后有一些杂音所以有一些立法委员感受到压力，取消了现在据说人数可能会减少到10个人以下。评论员黄阳明就讲了，他说副总召在花莲强震重建工作持续进行的这个时间点，还是去要对岸，还认为去对岸访问很重要那你就要概括承受这个后坐力因为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后坐力出来，包括执政党可能会攻击包括可能会贴上亲中的标签等等。包括夏珍我们的前辈，媒体界的前辈，他在专栏里头也写了，他说傅昆萁你是搬石头砸国民党的脚他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到对岸去其实是做白工，而且呢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算了，你连国民党的脚也砸，这是何苦呢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舆论包括有很多国民党自己的党内的一些同志可能也都有不一样的看法。而对岸最近宣布了一件事，中国启用2条 M503 衔接航线，国台办就讲了，对岸的同胞，也就是说他认为台湾的同胞也有利什么意思？大家知道这个 M503 的这个航线其实争议已久了过去中国大陆没有用可是他们现在开始启用了。朱凤莲就讲了，这是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长的压力，也保证飞行安全，减少航班的延误。他认为对两岸都有利。可是立委王定宇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很野蛮又不文明的事情如果你有新航线，应该要跟周边的国家协调他认为这个很不安全。徐志杰也说他不尊重台湾这个此曲不尊重台湾，而且严重影响到飞航安全。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国军出了大包，国军今天突贼了这个也是来自一个中国时报的独家，我们的空军P3C 反潜机的训练他们在做这个样的训练，结果误射了小牛飞弹，空军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是屏东基地第6联队的一架 P3C 反潜机的武装挂载进行训练，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误射了一枚美制的小牛空对地飞弹，幸好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另外我们看到了舰长吕礼诗，最近呢他认为我们国军恐怕在一些演练上面战术上面并没有与时俱进。他说
对岸哦，或者是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形态都已经有新形态的改变了。可是我们最近陆军的澎防部，就是澎湖这边的国防的这个相关的弟兄，他们在做实弹射击的时候，还在练习包括上世纪的诺曼底登陆。可是对岸的战法已经变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调整呢？我们先来问问看董哥，董哥你怎么看这一系列包括国防、包括外交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的国防哦，要讲最后这个来讲，它其实很严重，因为去年空军的嘉义他们曾经在丢2000磅的那个炸弹的时候，差一点炸到海巡署，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节目也有讨论，大家觉得说怎么这样？那如果再往前推，海军的雄山飞弹，它是真的打到老百姓赔了大概快4000万，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桩接一桩，你会觉得说我们的部队是怎么了？但是其实很多人会讲，那现在我们政府正在交接的时候，就像前面所讲的公文为什么会泄密？那这个就会被人家讲说是在里面是有内斗了。那我不觉得这样，我觉得是从来就有了，只是在台湾一个新闻事件过了以后，没有人讨论。譬如讲，《天下》杂志曾经做了，就是台湾所有人的资料，在户政资料全部被网上卖，大家记得那一期吧？有你只要花10几万，你就可以买台湾所有人的个资。那政府说要查，那时候立法院也很多人群情激愤，然后到最后不了了之啊，完全不了了之啊。对不对？我们健保局也是把一些东西泄密出去啊，那你还是不了了之啊，所以倒霉的就是老百姓嘛。那我觉得说这个用来看我们现在的治安危险，我们都白白成立了一个叫数位部，根本毫无作用，对老百姓个资没办法保障，然后对于诈骗集团，他更是束手无策。前几天还带队去澎湖，最可笑，说我们来澎湖来展示5G，结果现场所有5G都不能用。带100多个人去，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大而无当的东西，然后花很多钱。所以在台湾你要看认真做事的人，比如说韩国瑜，过去大家如何消遣他他去就是一个草包院长。那各位朋友，你看到跟过去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那时候游锡堃跟韩国瑜还在竞争院长的时候，他说我过去做了国会外交很成功，韩国瑜来那过去下来可能会。过去那些会近乎东流水啊！过去游锡堃接见外宾我印象中好像媒体也没怎么见报，很少人在报道，因为游锡堃不会讲英文嘛。游锡堃也不是用大学联考的方式进入东海大学的嘛，他们就是当省议员就有点特权，大家就去念东海大学，所以他的英文程度本来就很低嘛。他有一次被人家问英文程度，他说My English is bad。大家都有印象。那韩国瑜是历任立法院长英文最好，就这个是他的优势嘛。所以你只要英语来的国家，他跟你谈笑风生纽西兰这些，所以每一次来他都会有新闻的一个惊爆点。对那他在里面说笑话，国会外交本来就是这样嘛。连美国来那些很严肃的进去跟他谈，出来都每个人都笑眯眯，大家记得那一场。所以只要有一些外宾来的话，往往都可以见诸媒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做外交的韩国瑜是很成功啊。那跟过去大家所讲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啊。那陈冠廷我实在是有意见，你知道去年有媒体去检举，是就是说陈冠廷名下的3000万的养猪场，既然向农会贷款1亿多，他们去跟高检署检举，去年7月有这个新闻我记得。那检举高检署说，这个很有问题因为他爸爸是陈明文，是英系的掌门人，是现任立委，所以他就发派给嘉义地检署。我要提醒嘉义地检署不要再鬼混，不要再摸鱼了啦。去年7月，现在都4月，是不是？那你到底办什么？我讲其实很多事情大家对于司法的看法，其实老百姓都在看啦。那是不是碰到陈明文家族，你们就拖拖拉拉了吗？赶快给我们一个答案啊！也告诉老百姓啊，你如果买一块地是3000万，可以跟农会贷1亿，那有这样的好康的事情，大家都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被报道，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没有人讲就没有了，是不是？泄密案没有人讲就没有了，那我们的军队出包了以后，没有人讲就没有了。那你看
我们这一军种一路的出包。我记得大概过去20几年前，军防部的小金门师曾经把高射炮把它打到对岸了，那个很多人都忘了，打到黄厝，好多人受伤。那这个已经快30年了，那时候的两岸还有一些紧张的氛围，那时候是透过很多关系跟对方讲这是误击那现在我们的弹药已经跟过去那种威力是不一样了。如果还用那种松散的方式，用传统的方式在演练，那已经过时了。你现在最新的典范就是要看看俄乌战争，他们是用怎么样在做攻击的。是，来，我们请教这个杨永明老师怎么看呢？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党团这个副总召可能这个看起来已经宣布了要率团到中国大陆去，这件事情您怎么评价？首先我讲立法委员会期当中不能出国，有这个规定限制吗？好像没有。民进党你自己把你过去会期当中出国的次数找出来看一看，算一算，不要被他们的宣传所影响。那礼拜六、礼拜天嘛，对不对？而且礼拜一，因为院会是礼拜二、礼拜三影响到也许一些这个委员会，但是立法委员的工作是全面性的，除了开会、审预算、把关之外，你现在整个台湾的情势、经济、两岸的观光、两岸的安全，其实都是立法委员为人民要去维护的。在马习会之后，大陆这边释放了一个非常善意、软性的这种诉求，要加强两岸的交流交往，对不对？可是谁能够接球？你觉得民进党能够接得下来吗？你觉得赖清德能够接得下来吗？尤其像陈冠廷这样讲的话，你为什么不干脆就讲台湾独立就讲出来算了？是不是？因为他把对岸当敌人、当仇人。可是我们跟对岸的交往，大家都知道，除了安全和平之外，这个是身家性命。还有呢，经济交流往来，我们现在台湾人连去对岸组团看长城、观光、看黄山都不行，我们的政府自己限制我们。所以呢，这个时候在习马会之后，要有人去做穿梭，要有人去接球，要有人跟对岸表达我们台湾真正主流，希望两岸和平、两岸交流的主流，两岸观光是不是大家希望的？民进党做得到吗？你郑文灿做海基会董事长，他根本不可能，对不对？那你又期待520赖清德能讲什么话？不会有的，你我都知道，跳过，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反对党，尤其是国民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呢，当然现在就是党跟立法院，你要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去跟他互动。比如说，我要台商的权益要扩大，比如说，我希望两岸的观光，你先表态嘛，你先动作嘛，因为毕竟台湾这边的行政权不是在国民党这边，可是人民有所期待，然后呢，对民进党政府有所要求压力的时候呢，如果对岸能够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启动，那其实这个都是有助于两岸的互动，人民的权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交流？怎么样交流？我们现在在这个文化大学，你要来学术交流，我们陆委会还是用过去那个疫情时期。学术交流有没有紧急性、必要性？你在讲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病毒之类的？他还是用过去那套思维。这个是这个是专业学术交流。现在现在不准，那你怎么办？因为现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陈冠廷此类的人，把中国大陆视为仇人、敌人。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对外贸易40%是跟大陆是我们的健保，我们的这个电能够有这样子的低价，是我们各处去台商赚的钱，外贸所造成的。你砍掉那个40%，你敢不敢砍？你先把 ECFA 停掉吧。所以这个时候傅昆萁这些立法委员去，其实是代表人民，其实是代表台湾主流的民意，要两岸和平、两岸交流，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下针。我觉得你搞错了，
下针搞错哦，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都有丢出来。那请教黄奎波老师怎么看？我谈一下那个外交部的所谓的机密文件外泄好了，是因为我借调外交部当研究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候啊，类似的业务经过我的手了。那永明兄在国安会应该也看过了，类似的业务报告，所以我不能证实这个网络上的到底是不是外交部流出来的，因为我个人也没看过，我也不想去看啊。但是我只能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从电脑或者是行动的储存工具里面拿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档案，它不是一个纸本那通常可能最容易存的就是在外交部的电脑。换句话说，最可能的那个泄露的来源确实是外交部那外交部本来就遵循政府的规定，有所谓的内网电脑，有外网电脑，所以如果它泄露的话，很可能表示它的内网电脑不是那么的安全，是有可能是骇客骇进来，是有可能，对。但是内网真的很难，但是因为我不是真正的 IT 专家啦，所以这个如果内网也进入的话，那这个当然是要外交部请这个国安局等等的，还有像调查局很多的，大家一起来联合的去看看漏洞在哪里。可是是不是针对所谓的新外长我觉得应该不是啦。因为我们这在政府所谓包括我们这些健保资料等等，在网上这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而且本来就是我们这边对于保密防谍的那个意识，我觉得没有中国大陆那边强。所以这个文件的泄露，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政府捕破网不是只是嘴巴讲什么认知作战那些，你跟我们人民讲认知作战没有用，应该是说你赶快去捕破网，告诉我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我会比较放心。那如果还有点时间，我很快讲一下这个，在这个 M503航线这一部分。是这个说实在，这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它跟国际民航组织已经申请说我要开这个航线了。这个故事我想各位都知道，所以这不是中国大陆片面开的，这是他跟国际组织先申请了。那当然，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还可以沟通，所以当时马政府希望中国大陆把这个航线不只是先缩小它的能量，而且要向西边移一点点。那现在两岸关系不好，9·2共识基础也不存在，那当然这个 M503中国大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更不用讲说它现在扩充的是这个东西向的补充航线因为中国大陆当时跟我们的说法就是，我在大陆上面上空的这个班机的航线已经满了，我必须要把它延伸到海峡上面来。那这个从它的量来看，然后国际民航组织其实也是同意的。唯一一个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必须要说实话，他在跟国际民航组织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事先跟马政府先谈过？这个其实文件上是很清楚的。我个人认为或许是没有的。中国大陆他只是跟国际民航组织说，我想要这样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有些理亏的地方啦。不过当然我必须讲，马政府跟当时的中国大陆这个官方也是有协调过了，所以就算马政府当时没有被事先告知，但是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妥善的安排。是这个是503 M503航线的一个由来。